但是美国慢慢的成为世界的独霸，希望全世界做他的工厂，大家共赢共荣。中国把门开放了，美国把门关起来了。现在美国事实上在走中国成功的路径，集中制造、产业倾斜。过去制裁中国的那些说法，那么通通自打脸。雷蒙都讲到，过去4年双管齐下的产业政策，只能暂时减缓中国在全球晶片市场扩张的速度，仍旧阻止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保持技术领先才是唯一打败中国的方法。我可以跟你大胆的预测，不管今天多少人看衰中国，我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告诉你，将来就是一球两制，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一球两制。中国政法它该发展的地方很稳定往前发展，受到美国制裁，中国扛住制裁。与其对中国采取压制的方法，不如打铁就要身子硬，把自己的能力强化，落后的人就要学习新的，共同的往前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Raimondo 几乎重大制裁的发动的部分Raimondo 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尤其拜登内阁分层授权嘛，很多东西可能甚至不是拜登主动授权的，而是由 Raimondo 来做发起的对华制裁的重要打手因为基本上体现到美国人大部分时候如果没有重大状况的话，其实他们对于这个内阁的更迭相对来说还是比台湾再稳定一点。他卸任前呢语出惊人，搞了这么久的晶片法案在限制中国的出口管制但他说其实这场晶片竞赛阻止中国只是白费功夫。卸任在即，然后就说了一番大实话。他说用晶片的禁令阻挡中国是白费功夫看起来好像唯一这个领先中国大陆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必须跑得更快，创新超越他们，这才是获胜之道。嘿，你现在才觉悟嘛？这个事情就是你一直在卡人家脖子，只是让中国大陆跑得更快但是呢，那英国媒体提到了，他说现在大陆加速晶片的自给自足美国的企业面对到关键的这个矿业禁令反倒是毫无招架之力。未来必须加快创新脚步才能领先中国。花了4年，美国人突然清醒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尤其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竞争，是拳击赛或者是田径赛，把你打垮，把你击倒 KO 最好。田径赛呢，就是你在你的赛道上，我在我的赛道上，我赢你就对了。我们来看呢，吃口管住呢，就有一点拳击赛，就是我想办法挡住你，阻止你，这是一个。那经过几年下来，就发现挡是挡不住的，阻是阻不了。金门华从某个角度来看，我既有管制你，也有一方面要来成长我，用我的进步来跟你做竞赛。美国几年来对中国大陆几十年来封锁压制，曾经合作，而且中国提供了这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促成了美国 AI 的进步，也促成了中国 AI 的进步，人类共同的在进步使用嘛。当他不在你的技术的资源下，或者大家相互的合作下，他又走出了从第5、第4、第3，又回到了第2、第1的时候，那很抱歉，你那一套我都不必用人类可以命运共同体的合作，这本来就是美国当时提出所谓的全球化的概念嘛。中国人所提的所谓的大家共赢共荣，中国把门开放了，美国把门关起来了。雷蒙多的话，他告诉你，压了中国代价太大了。他们过去说讲到中国就说独裁，没有人权。现在的问题是，当遇到经济状况的时候，中国体系、中国政府在做的方法，他把它该发展的地方很稳定的逐步的往前在发展。受到你美国制裁的时候，中国扛住了制裁。在体制上面，是不是现在变得到美国的一个十字路口，反向在学习中国的体制？与其对中国采取压制的方法，不如打铁就要身子硬把自己的能力不断的强化去加强。大国以后的竞争能够从压制管制到竞争是好事一件。雷蒙多自己也讲到，过去4年双管齐下的产业政策，就是只能暂时减缓中国在全球晶片市场扩展的速度，仍旧阻止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保持技术领先才是唯一打败中国的方法。对，他要加速脚步，创新才是制胜之道。可是问题是他矛盾他又说要加速，结果他还是一样继续限制。打压、限制跟发展比例上是不一样的。过去呢，美国的做法是已经到了一个疯狂的偷锅锻炼的地步嘛。对，当你继续要用压制、用你死我活的地步，我可以跟你大胆的预测，不管今天多少人看衰中国，我从中华民族的角度可以告诉你，将来人类就是一球两制，不只是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一球两制，搞不好连科学体系科技体系都会一球两制。落后的人可能就要学习新的了，所以就是共同的往前走。可是现在美国嘴巴上不讲，但事实上在走的是中国
成功的路径嘛。这个集中制造啊，你在搞产业倾斜啊，你过去制裁中国的那些说法，那么通通自打脸，这不是太可笑了吗？是一个人性，全球化也好，关税壁垒贸易要障碍要拿掉也好，原来这么多的理论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但是美国慢慢的成为世界的独霸，他希望全世界做他的工厂，所以他才需要去讲自由化嘛，讲全球化，全球大家各自分工，希望强大了以后就是侵略、扩张、内懂。民族概念、文化因素，希望人假如不懂，他就不了解，不了解中国人在处理事情、处理大国政治、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西方的内斗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就认为一带一路就是另外一个名称的内斗，他就没有办法去体会中国的那一种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你赢我赢，大家双赢互赢的这种文化基因。既然是一个国家政策里面，他的做法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是不一样嘛，他有市场经济来激活的今天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部分，让它不会偏差嘛。再来几个例子，其实两岸都是这个方法。从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它的国营事业一次改革，那么下岗了多少人呢？国营事业改变了多少？然后呢，政府的体制那么大的臃肿，它在改革中不要只看到那一个部分。中国大陆的淘宝也好啦，微信也好，今天能成功，管理沙盒嘛，监理沙盒嘛，先做了再慢慢收回来，先放手去做再收回来，而不是像台湾为什么做不来？因为法律上有很多限制嘛。对，中国大陆的开放啊，其他国家快到，因为他先走了，缺点再改。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自信心？因为他的政治体制要改的时候是有能量的。那我们很多的民主国家走出去了，改不回来，说改不回来，因为他会影响选票，他是出钱的老板啊，候选人要选几经位啊，会破坏既有的利益结构。这改不了，因为已经走出去了。点啊，我也不会去歌颂中国大陆的有多好，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不要老是说人家不好。中国现代化，它何尝不是现代中国化？各种东西，包括藏传佛教在中国都有什么密宗，各种思想来到中国的时候都会中国化。马列主义来到中国，其实也完成了中国化。毛泽东出现本身就是完全不在苏联的意料之中，所以其实所谓的中国化，其实是所有在中国在任何低潮的一个状况当中应对的方式。而这个中国化是很灵活的，它只是保留了一些核心的想法，但是呢，整个的体系它是灵活的。这皇权不下乡，要有强大的皇权。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是现在正在推动的一个中国的成长的实力来推动的一个概念。但是呢，现代呢是不是会中国化，那个是还有一段距离。这种体制啊，从来不要去说自己的有多好，别人的有多差。但是呢，我们看到自己的好，不需要去把它隐饰掉。为什么台湾在当时的职务体系做得很辛苦的原因，不敢冲出去的原因，因为知道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做出去拉不回来了，拉不回来。就像蚂蚁金炉一发现有问题，它就可以把它拉回来，都在希望大概就拉不回来了。